我得了一种不死的病，无需自然老死，便能返老还童。这样的循环共100次，可我半分欢喜也无，只因第一世便是冷宫太监，即便重生，身体的残缺也从未消散。正当我琢磨着如何断绝这无尽轮回时，冷宫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看年岁，该是皇帝祖母辈的女太妃。奴才小李子恭迎太妃。太妃，您可自选一处冷宫里的偏房。本宫想着哪儿便着哪儿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太监多嘴。太妃语气冷傲，全然没理会我的问话，话音落便径直走向内院。她从前何等尊贵，如今虽落魄，架子半分未久。我却反常的笑着跟在身后。人在落魄时，总得学会低头，往后的日子有他好受的。安置好太妃，我马不停蹄赶往齐妃住处请安。小李子来了，把这收拾干净。齐妃的声音传来，我应声进屋，拎起角落里的印。她是当今皇帝的宠妃，只因与皇帝暧昧时被太后撞了，才被打入冷宫。看这情形，她迟早能出去，我自然要格外关照。处理完齐妃的事，我又去了另一间厢房，里面传来疯癫的哭喊：本宫要男人，送男人来！这嫔妃当年谋害了李贵妃刚出生的皇女，罪证确凿，绝无出宫可能。入冷宫后便彻底疯了。我没多余寒暄，推门拎起夜壶就走。忙完这一切，我刚回自己的住处，太监王礼就笑着招呼：小李子，来下盘棋。冷宫12名太监平日里最爱聚在一起下棋，赌注便是到夜壶。王礼棋艺最好，常年不用做这脏活。我笑眯眯坐下，没一会儿便输了。明妃娘娘的夜壶赏你了。王礼得意起身，他绝不会知道我是故意输的。明妃是武道2流高手，恰是王礼管辖的嫔妃，这是我接触不到的唯一机会。我要修仙，要断绝这该死的重生，要做真正的武圣。可这一世身体太差，唯有先修武道自保，方能寻得仙缘。彼时我尚不知，这个决定会让我与明妃纠缠半生。次日一早，我第一时间赶到明妃厢房外，躬身行礼，小李子给明娘娘请安。娘娘进来，可有想吃的？明妃为何入冷宫，我尚且不知，这般不明缘由的，我一律视作无出宫可能，本也只当是应付差事。就在我准备再问一句时，厢房的门缓缓打开，绝美帝明妃走了出来。她面色苍白，显然受了伤，周身气息滞涩，竟是修为被封了。给明娘娘请安。我再次躬身，她却只是冷冷地盯着我，目光锐利，仿佛要将我的模样刻进骨子里。随后一言不发，转身回了厢房。我轻轻摇头，只当是热脸贴了冷屁股，转身拎起门边的夜壶正要，却听见厢房内传来明妃清冷的声音：我要上好的醉元春。我心头一喜，立刻应下。娘娘放心，等闲时日，小李子定给您送来。普通的酒易得，可醉元春是丁城名酒，寻常渠道根本弄不到。中午，御膳房的赵太监来送膳，我连忙掏出全部家当，悄悄塞到他手里，陪着笑恳求：赵爷，求你帮我搞一壶醉元春，无论花费多少都成。赵太监掂了掂手里的东西，嗤笑一声：没问题，1个月后给你送来。闻言，我悬着的心落了地，开开心心的转身去给个宫送膳。我刚回偏房，王礼便沉声吩咐：外头有消息，等会儿给闵太妃送剩饭，提一嘴前王爷服毒自尽了。我点点头应下，其中深意我懂。随后我端着剩饭去了闵太妃住处，等他胡乱扒完，我淡淡开口提了千王爷的事。话音刚落，闵太妃猛地栽坐在地。狗太监，皇上那是他亲叔叔，竟这般狠心，老巫婆不得好死。他殊不知，这番怒骂只会换来更残酷的报复。傍晚，几名太监拎着药罐闯入冷宫，以闵太妃诽谤太皇太后为由，将她做成了人质。那一刻，我心头一凛，太皇太后竟肯至此，我必须拼命修武道，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闵太妃做人质后第5天绝食而亡，她的惨状像一股寒气，席卷了整个冷宫。接下来半月，12位嫔妃接连自尽，没人愿落得这般下场。直到1月后，这股自尽之风才渐渐平息。这1月里，我最担心的便是明妃，好在她始终好好活着。与此同时，赵太监也送来了醉元春。我攥着酒坛，快步冲到明妃厢房外。明妃见了酒，脸上又急又喜，接过便一饮而尽。好个醉元春，本宫纵死也无憾了。小太监，你想要什么？便是要本宫也无妨。想修武道，恳请娘娘赐教。明妃一怔，随即轻叹：若不是等你这瓶醉元春，几日前我便自尽了。临死前能留份武道传承，也好，你且仔细听好。我本以为他要即刻传我功法，怎料他开口的话却让我心头一震。3年前，太皇太后请师尊入宫问道，只因理念相悖，便将他强行私死。明妃入宫从来都是为师尊报仇，可惜行刺未果，才被打入这冷宫。说罢，他抬眼笑望着我，语气带着几分试探：如今你已经知晓了这其中的厉害缘由，可还愿意学这功法吗？心头震撼未消，我却依旧坚定点奴才愿意。倒是颇有胆识。明妃赞许一句：本宫所修柔水7段，仅是阴性功法，你身为太监，反倒适配。
言毕，他缓缓念出功法口诀，可我即便凝神细听，到最后也只记下了7个字。明妃无奈摇头，语气带着嫌弃：“唉，第一个词便记不全，你的武道资质，当真只能算作下等，实在平庸。本宫再念一遍，就你这连7个字都记不牢的资质，穷尽一生，恐怕也难入2流之境。”不知耗了多久，我费尽心力才将功法全篇抄录下来，可摊开一看，竟没有一句能看懂，只得厚着脸皮再请明妃讲解。他惊叹一声，满脸无奈：“你这资质，真不知你修武道多久。”罢了，晚上本宫想吃莲叶鸡，去背着。是，娘娘。我躬身应下，随后明妃起身演示功法招式。我本以为自己定然记不住，情急之下竟凭着记忆，将她的每一个动作都画了下来，而后躬身谢道：“谢谢娘娘。”明妃扫了眼我手中的画，满脸嫌弃，却也未多言。本宫累了，扶本宫上床。我恭敬地将她扶至床边，她却没有即刻入睡，语气悲凉的喃喃：“那老妖婆太狠了，竟生生把闵太妃做成了人质。本宫生的这般好看，这天下这般热闹，本宫还不想死啊！”她絮絮叨叨说了许久，到最后终于沉沉睡去。我小心翼翼为她盖上被子，便匆匆转身返回自己的住处。说来奇怪，我明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武道功法，却反手将它埋在了角落。现在还不是学的时候，至少要等太皇太后归西才行。这毕竟是刺杀她的功法，若是此刻休息被察觉，必死无疑。只盼着那老妖婆能早点离世。傍晚，我给明妃送去1品莲叶鸡，她一口未动。与此同时，冷宫里来了位惹不起的主，吕贵妃。吕贵妃一进门便颐指气使，太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她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，傀儡皇帝本就不敢将她打入冷宫。更嚣张的是，她直接索要齐妃的厢房，即便齐妃是冷宫中最有希望出去的人，也只能乖乖让步。幸好吕娘娘带了宫女，不然咱们去伺候，非得脱层皮不可。太监张勇心有余悸，今日本该他去伺候吕贵妃，领头的王理却道出缘由。太皇太后上山礼服了，吕贵妃是因为惹恼了皇上，才被打进这冷宫的。王理转头叮嘱我，看你心不在焉，这几日安分些，千万别往吕娘娘跟前凑。我轻轻应下，可夜里却彻底失眠。明妃自尽了，就在她传授我功法的当晚。明妃死后的1个月，我夜夜难眠，心绪难平。可我知道，还有人比我更惨。吕贵妃入冷宫第30日，张勇浑身是血被人从厢房抬出，12鞭入肉。寝房里，我们替他涂药时，王理皱眉呵斥：“怎么回事？早说了别惹吕贵妃，死了也是白死。”张勇咬着牙回话：“下午他身边太监告假，我替去送夜壶，他嫌没洗干净，逼我舔净，还抽了我12鞭。好在噩梦未久，5日后太皇太后礼服回宫，吕贵妃当即搬出了冷宫。我们在冷宫备了夜宵，好好庆祝了一番。可夜里我依旧辗转难眠。我都失眠1个多月了。”我问众人，张勇躺在床上打趣：“选个不顺眼的人，睡前在心里诅咒100遍，说不定就睡着了。”他边伤未愈，还带着几分戏谑。他绝不会想到，我竟真的对着太皇太后的模样，狠狠诅咒起来：“老妖婆早点死，不然我怎敢修炼柔水气断体？”这一夜，我竟睡得无比安稳。此后每晚睡前，我都要诅咒太皇太后100遍。明妃之死，我不再纠结，却始终铭记。很快，我的第一个机遇来了。半个月后，皇帝下旨赦免齐妃，准其出冷宫。齐妃提前出宫，暗藏深意。出宫前，她再度邀我同去，我却悲切悔过：“娘娘，奴才命简，本就该待在冷宫，外面规矩繁多，怕连累娘娘。”齐妃轻笑：“你啊，还是太谨小慎微。”我却轻声道：“娘娘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”齐妃深深看我一眼：“本宫懂了，不争谈何容易。” 1个月后，皇帝再下旨，晋齐妃为正1品熹德妃。得知消息，我却摇了摇头。齐妃终究没听进我话，皇帝不过是借她制衡太皇太后麾下的吕贵妃，争夺权。宫内局势愈发凶险，日日有宫女太监被杖毙。我暗自庆幸没跟他走。这般局面持续1年，冷宫人满为患，我们反倒不敢偷吃了。局势太过凶险。如今冷宫内妃子分2派，一派归向皇帝，一派依附太皇太后，哪边都得罪不起。唯有赢家麾下的妃子，方能出冷宫。可众人皆谨小慎微时，我却遭了祸。打我的是太皇太后麾下的储妃，武道3流高手。他嫌我送的夜壶不干净，逼我舔净。我只说会同喜，便被他一脚踹飞院门。储妃这一脚，我记下了。我身子孱弱，这一脚险些要命。想到自己身怀功法却不敢修炼，我又狠狠诅咒：“老妖婆，给噎死！”2年过去，太皇太后依旧硬朗，日日准时接见大臣。皇帝反倒时常暴病，皇宫氛围愈发紧绷，冷宫常年满员。直到1日，齐妃因失德再度被打入冷宫，皇宫竟瞬间恢复生机。老妖婆赢了。此次齐妃是大着肚子进来的。3个月后，她在冷宫生下皇长，孩子刚落地就被吕贵妃抱走。齐妃连儿子一面都没见着。月子里，我守在她身边伺候。她轻声问：“小李子，你说本宫还有机会见到皇儿吗？”我劝道：“能的，圣上还年轻。”她恍然大悟：“是啊，
本宫得好好活着。齐妃虽振作起来，我却再度失眠。咒了老妖婆4年，她反倒越活越精神。皇帝也不争气，斗来斗去，竟把自己的妻儿送进了冷宫。庸子，我又失眠了。你之前教我的那招不管用了。我叹道。张勇半睡半醒劝道：“大李子，你怎总想着咒人？圣人都说以德报怨。”他这话竟一语点醒我，我当即默念祝词，祝太皇太后不死不灭，跳出3界，不入轮回。念着念着，竟酣睡如牛。谁料半个月后，慈宁宫突然传来消息。太皇太后睡梦中坠床，浑身多处骨折。3年后，我扶着齐妃在冷宫遛弯。您的好日子要来了。自老妖婆摔断骨头，身体便日渐衰败。一旦她离世，皇帝便能亲政。齐妃不仅能出宫见皇长子，说不定还能登顶后位。皇帝在等，齐妃在等，我也在等。等他一死，我便能安心修炼柔水气断锦。终于，某日慈宁宫方向传来臣子们的痛哭声，太皇太后驾崩了。哭声席卷3宫6院，最终飘进冷宫。我立刻搬出12盘新鲜饭菜，大口吞咽。今日的饭格外香，只可惜没能和明妃一同分享。人啊，终是要熬的，不必动手，对手自会倒下。我满心欢喜，却有人哭断肝肠。楚妃依附太皇太后，如今靠山崩塌，天塌地陷。5年前他踹我的那一脚，我没忘。报仇的时机到了，但眼下最要紧的是修行。我悄悄走到冷宫花园角落，挖出藏了7年的功法。转眼已是7年，我已23，好在我有百世光阴，耗得起。从今日起，正式修行。太皇太后驾崩后，全国守孝27日。我在寝房隔出小单间，摆上水缸，专攻修习柔水气断锦。小李子，咱们武道天赋差，上5间太监，1年抵咱们3年，何必白费功夫？王李盯着水缸，满脸不解。我没多言，脱衣入水，武道能养生。我身子弱，想多活几年。其他太监毫无兴趣，倒头便睡。3年前我已报备习武，尽可安心修炼。可苦修半月，我才凝练出一缕内力，寻常人5日便能做到。以我这般资质，打通1条正经，晋升3流高手需5年，6条正经入2流需30年，全通12正经成1流需60年。即便如此，我仍满心欢喜，日子总算有了盼头。校期最后1日，惊天巨响骤然炸开，皇宫瞬间大乱，我的修炼也被打断。冷宫外乱象丛生，宫内却异常安稳。次日午后消息传来，我彻底懵了。皇帝守孝刚结束便遭刺客俘获，太后亲率大内高手救下，却因伤势过重无法理政，只得由太后垂帘听政。刺杀疑点重重，却无人敢言。齐妃听闻，当场晕厥。她出冷宫的日子彻底渺茫了。我本想趁太皇太后离世报楚妃踹我的仇，如今却成了荒唐。一道圣旨传入冷宫，赦免了楚妃等25位太皇太后一脉贼。这皇帝斗不过奶奶，竟也斗不过母亲。我正摇头叹息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被抬入冷宫，宫外还有大内高手看守，是皇帝一派的李贵妃，曾与齐妃同为皇帝左膀右臂。傍晚我去送饭，虽她被锁在床上，却透着刺骨的压迫感，竟是我见过最强的武道高手。李贵妃一关便是5年，皇帝伤势未愈，太后依旧垂帘听政，而我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重要日子。我窝在水缸中，头顶蒸腾着热气，待缸水尽数蒸发，我长吐一口气，浑身清爽难言。5年苦修，我终是打通第1条正经，迈入3流高手之列。修为突破需上到上5剑，这般5年才入3流的资质，上5间毫不在意。冷宫的太监们却满是羡慕。早知道我也练武了。张勇暗自懊悔，可他已30有余，再无机会。我正打算稍作庆祝，冷宫来了位特殊的小客人，8岁的武王殿下。一进门便高声呼喊：“本王要见母妃。”他身后跟着6岁的跟班卫奴，因天赋出众将半价武王，竟已踏入3流高手之境。王李连忙上前引路，躬身问道：“吕娘娘可知小殿下来了？本王见母妃，何须告知外人？”武王语气傲气。王李慌了神，正要驻足，我挥手示意他放心：“让小殿下进去吧，正好陪齐娘娘用膳。”说罢，我上前引路。武王是齐妃的皇长子，当年被吕贵妃强行抱走抚养。我本以为齐妃见了儿子会欣喜，他脸色却愈发凝重。皇儿已封王，这冷宫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可是母妃，我好想你。武王扑进他怀中，齐妃强忍泪水将他推开。本宫有罪，当在此受罚。小李子，把武王抱走。我刚要伸手，卫奴便抢先挡在武王身前，目露凶光：“不许碰武王殿下，谁碰我杀谁！”他与我同为3流高手，真要动手，我未必能赢一个6岁孩童。我正无奈，齐妃猛地拍桌呵斥：“放肆！抱走！”他终究是武王生母，这一声威严尽显，卫奴当即愣在原地。我迅速抱起武王，送到冷宫门口才停下。卫奴紧随其后，怒目瞪着我：“本王知道母妃是为我好，看她犯事尚可，你好生照料，将来本王必不亏待你。”我连忙点头，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暗忖：武王若能即位，或许是一代雄主，却也不过一世巅峰。我拥有百世光阴，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一场危险又巨大的诱惑已在暗处等着我。傍晚该我给李贵妃送饭，张勇叮嘱：“小李子，小心点。”我点头应下。午时送饭时，李贵妃仅瞪我一眼，便让我心头巨震。她曾是皇帝宠妃，
被割舌囚于冷宫5年，背后定有隐情。我拎着饭问候一声，推门而入，一道声音突然涌入脑海：小太监资质太差，5年才入3流，本宫有洗金易髓法，要不要？谁？我惊得环顾四周，别找了。本宫用腹语与你说话。李贵妃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我压下波澜，不动声色地递过饭勺。娘娘，该用膳了。帮本宫一个忙，洗金易髓法立刻给你，保你2年内再通一条正经。李贵妃边吃边用腹语诱惑，我却猛地收了饭，转身走出铁房。她被割舌就是为了防她乱言，我怎会信她的鬼话？我问询其他太监，才知李贵妃只对我用过腹语，想来这腹语术只对武者有效。恰是我几日前刚进入3流，此后2年，每次送饭她都以各种功法诱惑我，我始终不为所动。直到某日，我喂完饭要走，她又开口：算了，本宫等不及了，先传你洗金易髓法。话音落，功法竟凭空印在我脑海中。她又抛出诱饵：告知禁军统领柯道陵，圣上与本宫遭软禁，他必领军秦王。事成后，本宫再传你12金真度学大法。我缓缓走出铁房，暗自心惊，他竟对我用了灌顶之术，即便不是先天高手，也是打通8脉的绝顶高手。至于柯道陵秦王，纯属空谈。太后早已掌控朝局，外力根本无法破军。这女人心思极深，我当即找张勇换班，让他替我给李贵妃送饭，我则帮他到夜壶。1年后，我总算将那套被我定名太连洗髓经的功法逐字拆解，又悄悄请教了宫里几位精通武道的老太监，反复核验后确认，这竟是一门全然无害的正统炼体功法。我自此正式开始修习，原本平庸的资质与根骨追上了正常人水平，修炼速度更是比从前快了3倍。我不由得想起李贵妃提过的另一门能提升根骨的功法，可那女人心思太深，与她接触半分都藏着杀身之祸。我暗自盘算，只要活得久，不必争不必抢，以她急于找人办事的性子，说不定哪天功法就会主动送上门来。这般念头定下，我愈发沉下心来，一门心思扑在修炼上。转眼又是几年光阴，平静的冷宫被打破，皇上有旨，柯贵人不忠，即日打入冷宫。传旨太监话音刚落，我便见新来的小太监未央快步上前，将身形踉跄的柯贵人扶住。这未央我早有观察，是个眉眼间藏着野心、极不安分的主。而与柯贵人一同传来的消息，更让我心头巨震。禁军统领柯道陵被查明是白莲教户口，全家被抄，判了秋后问斩。白莲教是朝野大忌，专以造反为业。我瞬间顿悟，李贵妃3年前让我给柯道陵报信，所谓领军秦王是假，故意泄露他被困冷宫的消息，借白莲教之手脱困才是真。好在光阴从不会掩盖阴谋，我有的是耐心，等所有真相浮出水面。如今靠着太连洗髓经，我已提前打通3条正经，照这个进度，再有5年便能贯通6经，迈入2流境界。这一世，我虽自知入先天无望，但跻身1流武者已是板上钉钉。身旁的张勇忽然凑过来惊呼：你看这是怪不怪？刚打入冷宫的贵人也姓柯，罪名还是不重。他跟柯道陵莫非是亲戚？说不定也沾了白莲教的边。我愣了愣，沉声道：不忠是大罪。这新来的匪嫔归小卫子管，你去告诉他，不必特殊对待，免得引火烧身，没人护得住他。张勇却摇着头叹气：怕是难啊。未央那小子图谋武道久矣，见柯贵人懂武道，早就点头哈腰的凑上去讨好。先前他最看重齐妃，为了攀附，还接了到夜壶的活。哼，说起来，齐妃也有阵子没换你了吧？他哪里知道，失了齐妃的看重，正合我意。若未央将来真能借着齐妃走上高位，怎么也得记我一份人情。没曾想，未央欠我的人情来得比预想中更快。半个月后，一杯毒酒被送入冷宫，柯贵人饮下后当场殒命。当晚我刚躺下，就听见门外传来未央压低的声音：李爷，求您指点，回本水是什么意思？我心头一动，随即从容开口为他解析，内里却早已翻涌。回本水正是太连洗髓经里的内容。未央尚未入3流，无法听见李贵妃的腹语，他能接触到这功法，来源不言而喻。自那以后，每晚未央都会来问我武道功法相关的问题，我尽数耐心解答。反正我若不说，他也会找别人打听，不如顺势卖他一个人情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未央被选入上午间修习武道，当天他便特意来找我，神色郑重地说：李爷，我这功法的来历不便明说，将来我若有所成就，必当厚报。我望着他，只淡淡回了句：你先顾好自己吧。我虽不知他与柯贵人曾有过什么交易，但只要他不傻，就绝不会真的卷入白莲教的泥沼。5年转瞬即逝，这日与我意义非凡，轰然巨响划破冷宫静谧，水缸炸裂，水花四溅中，我缓步走出，周身气血流转无阻。我终是打通第6条正经，跻身2流高手。可我未有半分松懈，反倒愈发谨慎。2流水准在卧虎藏龙的皇宫里不过中游，远不够安身立命。未央率先察觉我气息一变，快步上前：李爷，您突破了！眼底藏着敬佩与急切。我抬手拍了拍他的肩，浅笑道：你也好好精进。他资质本就优于我，又同修太连洗髓经，5年间已打通4条正经，照此势头，不久便能追上我。而被囚10几年的李贵妃，竟死在未央突破3流的那一日。我虽无实证，却隐隐笃定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。想来他与李贵妃之间定有隐秘纠葛，或是受柯贵人所托，
了结了这桩隐患。变故陡生，北方草原一族骤起发难，一举攻破边境12城，朝野震动。太后病重失据，竟生出求和之心，满朝哗然。此时20岁的武王主动请战，锐气迫人，文武纷纷拥。太后虽不甘，亦只目目送他率军出征。那日，齐妃立在冷宫门前，遥遥望着武王出征的方向，神色落寞又藏期盼。未央势力一侧，娘娘宽心，殿下有绝顶高手护卫，必能平安。待他得胜归来，娘娘定能走出冷宫，重获荣宠。我远远看着，暗自思忖，齐妃的命运早已与武王绑定，而我们这些冷宫中人，终究也会被卷入这场风。此后1年，皇帝痊愈的消息愈传愈真，朝堂局势愈发微妙，直至一道圣旨传来，我的老熟人楚妃竟被打入了冷宫。当年他那一脚力道极重，害我卧病1月，这份仇我从未忘却。张勇凑到我身边，眼底闪过狠色。小李子，如今太后怕是压不住圣上了，楚匪这一进来，绝无出头之日。咱们要不要先饿他几天，出当年的恶气？太监多记仇，更爱帮兄弟记仇。当年我被楚妃欺辱那晚，他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他不知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一人也悄悄记下了这份仇。当晚我辗转难眠，忽觉身旁未央悄然起身，动作轻盈无半分声响。这小子深夜要去何处？李贵妃死后，他修炼速度愈发惊人，1年前便进入2流，如今不知又打通了几条正经。更诡异的是，近来他肉眼可见的衰老，眉宇间添了沧桑，莫非是在修炼邪功？我按兵不动，静静等候。2刻钟后，未央悄然返回，倒头便睡，呼吸平稳，仿佛从未出过门，掩饰的极好。可次日天刚亮，冷宫便爆出惊讯，楚妃自尽了！昨日刚入冷宫的楚妃，竟上吊自尽了。我望着楚妃的尸体，神色平静，心底已然明了，她绝非自缢，而是死于未央之手。我竟隐隐欣赏这小子，他敢做我隐忍多年未敢做之事，这份果决狠辣，远非寻常人所有。我未料到他后续还会给我更大惊喜。又是2年过去，我43岁，张勇已然50，宫中太监年满50需参加体检，不合格者便要出宫归乡。张勇没能通过，只能收拾行囊离开。我心中颇有感慨，可惜啊，我还有一大仇未报，这般出宫终究是不甘。张勇的仇是20年前被迫舔夜壶的屈辱，还有吕贵妃那12下险些打废他的血鞭，这么多年他从未放下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笃定，放宽心，你的仇有人会帮你报。话音刚落，一旁的未央抬眸看来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，眼底藏着几分了然于定。无需多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与此同时，率军出征3年的武王终于要凯旋回宫面圣，他大败草原一族，成功收复宿州，战功赫赫，威望一时无两。所有人都以为齐妃总算要熬出头了，可就在武王回宫的当晚，2道黑影悄然跃入冷宫，身形迅疾，气息凌厉，来者不善。我与未央同时睁眼，气息骤紧。未央翻身而起，对我道：李爷，您向来无欲无求，今夜不必动手，由我做。话音未落，他直见月窗，身影转瞬融入夜色。我静默未动，深知未央实力早已远超于我，或许已突破1流高手，足以应对危机。我只暗自期盼他与齐妃平安，若齐妃出事，武王失了依仗，恐只能依附吕贵妃，朝堂局势必将再生变数。诡异的是，整夜冷宫毫无打斗之声，静的心悸。未央也未归来。次日天明，我四处探寻，终在厢房门前见到了他的身影。他浑身浴血，衣袍被染得通红，身旁的地面上2颗硕大的头颅滚落在地，正是昨夜潜入的刺客。不多时，总管太监匆匆赶来，单独将未央唤到一旁问话。没过多久，宫中便传出消息，那2名刺客竟是吕贵妃宫中的太监。吕贵妃因治下不严，被皇帝罚禁足半年。而另一边，齐妃却得以搬出冷宫，未央亦随他一同离开，不仅被升为正八品太监，还得以入职上武监。小卫子这是真的出人头地了，咱冷宫总算走出个了不得的人物。众太监围在一起，满脸艳羡地议论着。我站在一旁，心中却愈发疑惑，这场刺杀没能伤到齐妃分毫，最终好处反倒全被齐妃得了去。这般巧合，更像是皇帝那边精心策划的自导自演。我不急着定论，光阴自会拨开迷雾。半年后，武王凯旋而归，皇帝已然彻底重掌朝纲，在吕香的辅佐下独揽大权。他第一道旨意便是恢复齐妃的正一品头衔，5年后更是正式册封武王为太子，天下渐趋安定。可这份安定却未蔓延到冷宫之中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冷宫众人都纷纷避开我的寝房，不敢靠近。又过了许久，众人隐隐察觉到寝房内有淡淡的水雾涌出，紧接着我推开房门，缓步走出。恭喜李爷突破1流！冷宫的11名太监齐齐躬身恭贺。整整32年，我终于从3流武者跻身1流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些年，明妃与太皇太后早已离世，化作一抔黄土，唯有我在武道之路上步步坚守，终得所愿。正感慨间，一名规整宫服的公公匆匆赶来，高声问询谁是李长生。我上前拱手应道：奴才便是，敢问公公何事？众人震惊的是，公公竟取出皇后懿旨，周遭太监当即齐刷刷跪地行礼。懿旨内容让我懵了，我原以为齐妃登后后早已忘我，未料她始终记挂，竟赐下一颗大元丹。大元丹乃极品武道丹，一颗便可助1流高手打通一脉奇经8脉，
进入绝顶之境。我正欲接旨，传旨公公又取出一份谕令，竟是太子武王亦赐我一颗大元丹。往昔一起，武王8岁时曾言：好生照料母妃，他日本王必不负你。2颗大元丹恰好助我打通任督二脉，省下20年苦修。当年照料齐妃不过分内之责，竟得这般重谢。我一生只求安稳，惊喜天接踵而至，意念起未央，安排彭许回报。数日后，我寻僻静处服下双丹，药力迸发，气血奔涌，终成绝顶高手。可我不敢懈怠，仅打通任督二脉也不够，8脉全通方为真诀。而皇宫内便有3位先天高手，以我资质，打通第3脉仍需15年。未等我精进，2年后大前在先波兰，太后病危，北方草原族卷土重来，武王主动请命镇守宿州。偏偏此时皇帝骤病，宫中流言四起，称皇帝恐先于太后离世，太子远在边疆，朝局愈发微妙。风雨欲来之际，皇帝下旨以不忠之罪将吕贵妃打入冷宫，此举无异于逼权倾朝野的吕相反叛，为太子扫清登基障碍。朝野震动，唯有我看穿帝王心思，却深知吕相根基深厚，难轻易扳倒。我只想尽快出宫避祸，远离皇权厮杀。可暗中筹划时，未央忽然寻来，他年方33，却满活白发，修为远胜仅通2脉的我。魏公公，我欲行礼，却被他扶住。李爷见外了，仍叫我小卫子便是。我改口后，他笑起来，往日情谊尽复。李爷当年对我有恩，特来相告，宫中如今凶险，你不如出宫避避。说罢，他取出一枚龙纹令牌，先生亲赐，可传3代，能自由出入皇宫。我心下明了，这既是报恩，亦是道别。此番怕是凶多吉少，我未必能熬过这一劫。未央望向远方，语气平静。我终是问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。你图什么报仇？未央淡淡吐出2字：8岁时，吕家3字强要我姐为妾，他不从，终被淫虐致死。我自宫入宫，只为逐进吕家满门。我沉默片刻，沉声道：吕家该死。未央取出一本功法，柯贵人和李贵妃皆是白莲教，我从柯贵人处习得白莲秘法，再伪装教众，从李贵妃那得此12金真度学大法算法。我接过翻看，心头巨震。此功不止武道绝艺，更暗藏修仙法门，可破武道壁垒，引天地灵气入体。他与太莲喜随经互补，你根基扎实，正可借他突破直孤。未央声音疲惫，白发在光影下格外刺眼。我修白莲秘法后，损过多寿元，已无修仙可能。这功法赠你正好。我握紧功法，五味杂陈。原来他这般拼命，从非为权位，只为讨回公道。别过未央，我凭龙纹令牌顺利出宫，寻一处灵气充沛的深山隐匿，一边避祸，一边潜心修习2套功法。初时顺遂，可至修仙聚气阶段，却屡屡遇阻。太莲洗髓经的武道根基与修仙法门相悖，气血与灵气冲撞，数次险遭走火入魔。我只得放缓进度，逐字拆解功法，以金针调理经脉，缓化解冲突。一修10年，期间听闻宫中变故，未央借上武间之力，连同武王布局，待吕相反叛，一举根除吕家势力。吕相被斩，满门抄斩，冷宫中的吕贵妃亦未能幸免。未央大仇得报，此后他向武王请辞，不顾挽留，归隐山林。有人曾在江南深山见他，白发清瘦，神色淡然，再无往日戾气。修仙之路远比武道凶险，我熬过灵气匮乏之困，躲过妖兽袭击，化解功法反噬的生死劫，更在一次山洪中得聚灵玉，修炼进度大增。又过20年，我终破修仙至骨，引动天劫。9天雷霆劈落，我以金针功法护住心脉，借武道锤炼的肉身硬抗雷劫。九死一生后渡劫成功，灵气缭绕，浮现飞升之兆。飞升前夕，我绕到江南深山，遇见未央最后一面。简陋茅屋前，我见了他，身形仍似33那年，却白发如雪，面容憔悴，寿元将尽。见我前来，他露出浅淡笑容，一如往昔真切。李爷，我就知你能成。我们并肩而坐，话不多，却尽是过往情谊与释然。他说：大仇得报，此生无憾，唯愿来世与家人团聚，安稳度日。我未能久留，天际已现飞升霞光。与未央作别后，我纵身跃起，灵气化翼，冲破云层，奔赴仙界。回望人间，皇宫纷争，冷宫岁月，过往羁绊，皆成云烟。未央在我飞升后不久，于茅屋中安然离世，卸下半生仇恨，归于尘土。仙界灵气充盈，我立于云端，回望百年沉浮。从平庸冷宫小太监，经武道苦修，修仙波折，终得飞升。未央则以半生寿元为价，报尽血海深仇，终获归隐。我们皆是乱世浮萍，却凭各自执念，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归途。